瑞宝、辉宝在一旁打架，爱宝则躺在床上看戏。爱宝的生活之所以不无聊，一部分也是因为有瑞宝、辉宝每天都在整活给自己看。前2天辉宝体重都冲到40千克了，就在姨姨们以为辉宝的体重将会持续上升时，今天辉宝的体重突然掉下来了，是不是昨晚的平衡奶没吃完啊？而今天宋3岁则又壮着胆子在乐宝营业时走进乐宝园区了。这2天丁丁扑倒奶妈的事情，让姨姨们不禁再次为宋3岁擦了一把冷汗。而今天宋3岁进乐宝园区，依旧是因为乐宝下班点还不起床引起的。宋3岁给乐宝在眼前展示了一下小苹果，让乐宝下来吃小苹果，然后便离开了。宋3岁接着来到了爱宝这里，宋3岁站在通道门口呼喊着姐妹俩，同时举着手机同一起记录着瑞宝、辉宝下班的样子。有这些视频留在手机上，宋爷爷也可以对比瑞宝、辉宝成长的变化，以及这都是等瑞宝、辉宝回国后怀念的珍贵影像。宋爷爷没能给姐妹俩喊回家，盛熙阿姨又接手了呼喊的工作。很快爱宝也被吸引了过来，辉宝看到宋3岁又探头了，立马跑了过去，而爱宝就在后面跟着辉宝，让辉宝别调皮了，赶紧回家。爱宝一路赶着辉宝走进通道门口，最后只剩瑞宝了。一开始瑞宝这里在独木桥上停机罢工了，宋3岁喊破嗓子才使瑞宝多走了2步。等瑞宝走到小亭子上后，彻底没电了，他在小亭子上一动不动了，耗到最后宋3岁耗不住了，宋3岁走出门直接给瑞宝抱了回去。瑞宝这波欲擒故纵给宋3岁拿捏的死死的。宋3岁在盛熙阿姨面前是要面的，今天接瑞宝、辉宝的时候，因为盛熙阿姨在旁边，宋3岁就不对了，这一定是因为盛熙阿姨在旁边，宋3岁不好意思了。不过对姐妹俩来说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宋3岁手里的小苹果。只见宋3岁拿着半块小苹果在园区晃一晃，就给瑞宝召唤过来了。下班前，瑞宝和辉宝正在小亭子上凑在一起分享竹子，而爱宝这里下午时在室外园区玩的有些累了，此时还没休息过来，还在睡觉。辉宝这里吃完竹子感觉无聊，自己溜达着去到了小滑梯上。辉宝刚到滑梯上，宋3岁就走进来了，这让辉宝自己白跑了一趟。宋3岁来到园区后便开始喊姐妹俩回家。瑞宝看到宋3岁来了，便立马从小亭子上下来。现在瑞宝也不跟宋3岁玩欲擒故纵来回拉扯了，现在都是心照不宣了，知道自己回去后宋3岁会把小苹果给自己，所以宋3岁离开后，瑞宝这里也自觉地走了回去。紧接着是辉宝，辉宝眼看姐姐回家了，一定是去吃苹果了，辉宝立马从小滑梯上滑下来，然后急忙赶回家。辉宝知道自己晚回去一会儿就会少吃一块小苹果，而爱宝这里此时还在睡觉。现在姐妹俩的积极已经把爱宝衬托的不积极了。不过隔壁的乐宝今天依旧是浪漫的男熊，看到爱宝没回去，乐宝也不着急，就这样等着爱宝。如果说1次2次是偶然，但乐宝这里天天如此，所以乐宝一定是特意留下来等爱宝的。乐宝这不慌不忙的态度，吃了会儿竹子后又感觉口渴了，又走去了饮水盆去喝水。而宋3岁也很识趣，今天都没有催乐宝，配合乐宝做一个浪漫的男人。爱宝带瑞宝、辉宝下班，一共持续了3天，在第4天是结束。今天又成了爷爷接姐妹俩回家，而之所以这样，起因是就在昨天，爱宝像之前一样，到了下班点打算带姐妹俩一起回家时，辉宝吃冒烈的爱宝下午。爱宝这奔跑的速度宛如受惊的马匹，爱宝心想，这家伙指定是老谭那边出问题了。辉宝的这声狗叫宛如狮子受不了，喊出了当年身为蚩尤坐骑时的那股霸气。江爷爷看到爱宝急冲冲的跑回家，立马开门查看是什么情况。江爷爷此时心想，这一下怕是要给爱宝下批了，这以后还怎么让爱宝帮自己收熊？这个辉宝怎么比福宝小时候还要不善良？而在今天下班时，爱宝便没再打算帮奶爸收熊，但是江爷爷的意思还是想让爱宝帮帮忙。而咱爱宝也不是不听话的熊，看到奶爸没打算给自己开门，于是回到姐妹俩身边，在树下象征性的喊了2声，让其回家。但是姐妹俩今天根本不听，像是一夜之间又长大了，明白了之前都是爷爷和妈妈的圈套。江爷爷见状，只好先让爱宝回家。而此时的瑞宝已经在树上睡熟了，这也只能让爷爷出手了。江爷爷出来后没有着急收熊，因为此时瑞宝睡得正香，打算先让瑞宝醒一醒，防止一会儿上手时吓着瑞宝。这要是瑞宝也发出狗叫声，江爷爷应该比爱宝跑得还快。江爷爷先是给树上和小亭子上的竹子进行了收拾，然后才开始收熊。睡得迷迷糊糊的瑞宝还没等反应过来，就被爷爷摘下了树。
这次收熊还算顺利，没有姨姨们想象中的那般难搞。江爷爷就这样轻松地抱着瑞宝回了家。而此时，辉宝那副不值钱的样子又出现了，看到园区就剩自己了，立马跟上爷爷和姐姐跑了回去。谁说园区的贝贝树只属于瑞宝和辉宝？今天爱宝就打破了这一谣言。今天爱宝一家3口一起爬到了贝贝树上休息。爱宝上来后给贝贝树占得满满的。早上，江爷爷和圣西姨母趁爱宝在室外玩耍时，来到园区给姐妹俩送来了大竹笋和胡萝卜，陪伴姐妹俩。姐妹俩吃着小零食和爷爷姨母玩耍的模样，简直不要太幸福，满是岁月静好。将爷爷和圣西姨母陪了一会儿姐妹俩后，又来到了乐宝这里，查看今天乐宝的状态以及乐宝的木架情况。今天的乐宝也是对木架满意不过的一天，木架已经包揽了乐宝在室内的所有娱乐项目。有了木架的存在，乐宝根本不想去别的地方。而将爷爷这里，现在则是每天都对着乐宝这活泼开心的样子嗨个不停。而有了木架后，这也让乐宝的关注度提高了不少。之前许多来园区只看瑞宝和辉宝的游客，现在乐宝园区有了木架后，也纷纷来到了乐宝这边观看，这让乐宝最近又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野中。一会儿，姨姨再次排队回来时，就发现了爱宝去到了瑞宝和辉宝的小树上。此时，爱宝和姐妹俩一起挤在小树上，多少显得有些拥挤了。或许爱宝这是在暗示奶爸，表示这边的园区是不是也缺少一个木架。一会儿，辉宝和爱宝给中间的瑞宝挤得不行了，瑞宝先爬了下去。瑞宝下去后，很快又抱着树干爬了上来。原来瑞宝只是想让自己调整位置。此时，母女3个在小树上轮番爬上爬下，给游客们都看不下去了，纷纷表示必须要让爷爷们给爱宝园区安排新的小树或是爬架。韩国姨姨们就是这般敢想敢做。等一会儿，瑞宝重新爬上来后，母女3个一起挤在树上，面对着姨姨们，这画面感太强了，就像是树上长熊猫了一样。而此时的饲养员们看了，肯定也按耐不住了吧，一定在想爱宝园区也是时候好好重新规划一番了。江爷爷将地上的野生辉宝捡起，放到了小亭子上。江爷爷让野生辉宝听话一点，自己去收拾妈妈吃剩的竹子。野生辉宝表示：“你还能管了我呢？我爸都管不了我，我妈说我都不听，你管我干啥呀？你管不了我，我妈都管不了我。”辉宝从小亭子上爬下来，追上爷爷，而爷爷此时正怀抱着瑞宝。爷爷给姐妹俩都重新放回了小亭子上。辉宝抱着小亭子上的大竹子玩耍了起来，而瑞宝这里由于想和爷爷玩耍，通过独木桥往小木床上爬去。江爷爷没有着急离开，而是在小木床上鼓励着瑞宝爬过来。瑞宝爬到爷爷身边，扶着爷爷站了起来。江爷爷夸赞瑞宝越来越棒了。江爷爷将竹子放下，重新返回园区来给姐妹俩接走。早上，姨姨依旧赶着最早的班车来到园区。此时，爱宝和双胞胎姐妹俩正一起坐在小滑梯上。瑞宝如睡美熊一般躺在一旁睡觉，而辉宝则精神旺盛，给瑞宝在一旁站岗。现在辉宝的体重都被瑞宝反超了，爷爷表示是因为姐妹俩饭量一样，但瑞宝活动量小，辉宝活动量大。一会儿，辉宝也跟着瑞宝一起趴了下来，姐妹俩一熊一边，像是家门口的2个石狮子一样，替妈妈看守小滑梯。爱宝看着双胞胎都睡着了，自己也困了。爱宝走上前，趴到了小树缝里。爱宝这动作给辉宝吓了一跳，辉宝起身，试图从妈妈身下给自己挣脱出来。辉宝表示妈妈好重，压得自己根本爬不出来。爱宝感受到了辉宝在自己身下的挪动，给自己腾出空，让辉宝钻了出来。辉宝这下没地方睡觉了，辉宝乖乖地绕到了妈妈屁股后面，找个空又躺了下来。就在姨姨以为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看姐妹俩睡觉的样子时，辉宝又从妈妈身边爬了起来。辉宝爬起来，抱着妈妈的身子往树上爬去。辉宝的活力真是十足，一刻也不想要消停。辉宝趴到了妈妈的头上，给妈妈的头压在了自己的身下。辉宝给爱宝压的脑袋有点久了，爱宝想抬起头来活动一下，结果辉宝被连带着顶了下来，一下摔在了小滑梯上。害怕挨揍的辉宝立马趴下，假装自己一直在睡觉，表示刚才压在妈妈头上的不是自己。爱宝来到小滑梯上重新睡去，辉宝则自己来到了小木床上。爱宝抱着瑞宝，辉宝抱着独木桥，各自睡去。辉宝这个性格比福宝小时候还要女汉子，因为福宝小时候虽然皮，但也会经常黏着妈妈，但是辉宝却喜欢独处。一会儿，姨姨跟着队伍来到室外园区，此时的乐宝正在室外园区营业，状态看上去很不错，食欲和活动量都成正比。